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大。这次终于轮到我来改造我的房间了。跟着3还有CEO他们做过那么多场改造的案子以后，我自己一直很想要改我的房间，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了。我房间里面有些家具也是不能丢掉的家具，我会根据这些家具的颜色去配适合的风格。我自己最向往的生活其实是那种极简的生活，我也想要就是好好的把一些东西整理出来，然后丢掉它们。房间会走的风格是带有一点点小复古的极简风，我自己帮我房间这个风格取的名字是生木时光余韵，因为我会留下来的家具呢，都是真的有一些特殊的回忆。墙面油漆的部分呢，我会选择用浅灰色搭配一些特殊的手法，打造出水泥的质感。我觉得水泥质感的墙面会很有那个房子最原始毛坯的感觉，然后搭配上深色木头的家具的话，会超有小复古的 feel 的。这2个大书柜呢，我只会留其中一个，就是我右边这个衣柜是我爸妈他们结婚的时候买的家具，所以他们就是舍不得丢，然后留给我用，我又不能丢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改造房间了，但是第一步就是我最不想做的一步，就是整理房间。而且我预算不太够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找小帮手来帮我。所以阿波，你知道你今天是要来干嘛的吗？我来拍摄。不是，你是来帮我整理房间的。不是要整理房间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是午餐时间，所以我要先带你去吃饭，然后我们再去采购，然后采购完再说。OK， 好，很好，走。刚开车的路上一半，发现一个卖的，真的是在路边突然发现，好幸运哦！决定来看看。对，它本来还有另外一个吗？直接在路边坐起来，走。开心，点到饱哎！我觉得藤椅超难找的。直接在路边买到。台湾放得下，放得下的话，你可能坐在上面。你要吃吗？你怎么在录影？吃饱才有力气逛啊！我的衣服都是 S， 所以我好像用儿童衣架就好了。那我们就买儿童衣架吧。不行啊，我要长大，我要长大。床包的选择，我是选米色的床包，因为我觉得要走简约的风格的话，白色跟米色会是比较适合的。这次床头的收纳呢，我会用我们常用的 IKEA 木箱来做 DIY。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的，那我就从书柜开始收吧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你要帮我啊？什么加油？我现在终于把我的家具都清空了，然后今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，就是我的油漆工程。底漆都已经上好了，接下来我想要用仿饰漆里面的水洗法来做我的墙面，因为我想要的是有一点点晕开来的感觉，所以我这次会用湿抹布去把颜色做均匀染开来的动作。现在要来上我想要晕开来的颜色，然后我这次选的是比刚刚底漆还要再浅一点的灰色，非常非常的浅，我觉得它已经快要接近白色了。大家在选这个颜色的时候呢，可以选比你刚刚底漆还要再浅，或者是深3个色阶的颜色，这样子会比较看得出来差异。在上这个面漆的时候，你的油漆可以多加一点水，我觉得它就是要很湿很湿，这样你等一下会比较好晕开来。再拿湿抹布这样子，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，把它晕开来，可以有点交叉
的手法。我觉得这个骑法就是跟海绵上色骑法一样，就还蛮累的。所以你们学会了吗？其实后面有一堆小帮手，现在你要远远的看，你超跳。我房间的基底跟家具都已经完成了，还蛮好看的耶！而且这个油漆效果跟我的家具搭配起来，我觉得有符合我的想象。那我的油漆呢，也有出成风格油漆组。那在我床旁边这个墙面呢，现在有一点点空。等一下呢，我就会挂一幅画作。没错，我要自己画。床框已经染完胡桃木漆了，我觉得很好看耶。这次的地板呢，我是用斜纹的塑胶地板。其实如果你想要有这种斜纹效果的地板呢，不一定要用鱼骨拼或是人字拼，有这种就是地板它本身是斜纹效果的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床头就是有一个要宽不宽、要窄不窄的缝隙。等一下呢，我也会自己 DIY 一个床头柜，我的小角落。这张就是上次我跟阿波在路边找到的那一家藤台湾藤椅。这一张呢是在 IKEA 买到的，我觉得也是挖到宝哎，我也可以搬来这里。变书桌椅。我的个人收藏品收纳柜，这边就是一些相机啊、照片啊，然后这里就是有我的香水跟蜡烛，因为我就是对味道有点敏感。打开超香的，各种味道。书桌区，我也有帮我的书桌换把手，就是它原来是那种银色圆柱状、有点俗气的把手，然后我就在 Zara Home 买了这个，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。等一下，在我书桌上面这个墙面，我也会 DIY 一个画布。原本的彩虹衣架被我换成了这个，很好看吧？我可以想象哎，就是如果衣架挂在这里会很好看。现在是画画时间，这次呢我会用咖啡色和白色的亚克力颜料，配合干刷的手法，我想要打造一种比较随性、仿旧、斑驳的感觉。那这次呢，我的画作也会出成风格画作组，上第一层颜料，等待风干，上第二层颜料，轻松完成。第一幅画画完了，我觉得它还蛮有我房间的感觉耶。我就是把我房间空间的感觉画出来啦，用颜色代表出来。整个房间的下半部是咖啡色比较重，然后上半部是白色，然后灰色，然后中间有一些交叠一起的。这就是我房间的感觉。接下来要画第二幅画，我会把它摆在我的书桌前面，像这样子不直接利用墙面，而是拼贴在画布上呢。我觉得这样子墙壁的视觉会更有层次感。油漆加水漆式，上第一层油漆，晕染第二层油漆，轻松完成。第二幅也好了，其实它就是跟我房间的墙壁长得一模一样。等一下呢，我也会钉一些我这次在设计我房间的时候找的照片在上面 ，DIY 一个小床头柜。那我用的是4个 IKEA 的中型木箱跟2个 IKEA 的小型木箱组合起来。那为了要配合我这次喜欢的深色木头风格，我已经先用了胡桃木色的漆去染色了。我们现在要来组合 IKEA 的木箱，那大家可以去特力屋买这种一字形的连结五金。那锁的地方呢，会建议在木箱4个角比较厚的地方，会比较好锁。如果你力气跟我一样，可能比较不够的话，也可以先预钻，等一下要锁的孔，这样子螺丝就不会跑来跑去，会比较好锁起来。现在我要锁轮子在柜子的底部。刚刚4个轮子都已经锁好了，现在我要把木箱全部都组合在一起，就完成了。可以耶，好开心哦，成功了。最后一个就是我的衣柜门片，因为原本的帘子呢，我觉得有点俗气，没有那么好看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这个有点复古花纹的窗贴，然后就等一下直接贴在门片上，很简单，马上开始。在镜面喷水，贴上窗贴，挤出空气，割掉多余的窗贴。
觉得蛮满意的，跟本来的衣柜现在就是差很多。虽然我本来以为就是这个窗贴贴出来的效果是在更透光一点的，比较像玻璃，但是现在这样子有点雾雾的，就意外的跟我墙壁也蛮搭的。接下来是 deco 的部分，觉得这个毯子超美的，就是它是2面不同的颜色。都是咖啡色，然后一面是比较深的咖啡，另一面是比较浅的咖啡色，可以2面都就是有点交错的摆出来，会有一个错觉，以为有2个毯子。抱枕呢，我挑的都是素色，可是其中一个就是我挑比较特别的，就这个边边的造型。枕头套呢，其实我重买了很多次，就我一直找不太到自己想要的颜色。我一开始买咖啡色，然后就觉得怪怪的，后来我买灰色，这也觉得怪怪的。结果我终于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了，就是要咖啡不咖啡，要灰不灰的颜色。我要挂的就是我们刚刚完成的画作。超美！你这样讲我好开心哦。画的旁边呢，我要挂一个壁挂式的小花瓶，看起来很贵。这个就是布拉色的啊，这个大概2-3千，还好吧？我觉得很漂亮啊，很值得哎。跟舍友的比。我就是被他教得很好啊。如果你想要装饰你的墙面，可是你又不想要用层板让它看起来那么的乱的话，就可以买这种壁挂式的容器。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是花瓶啊，可能像是笔筒之类的东西，如果你放在床头，也可以收一些小东西啊，或者是充电线啊，感觉也会很方便。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DIY 好的床头柜，因为我本来其实有一点担心会不会不太实用，其实就可以收蛮多东西的，而且女生难免就是有一些瓶瓶罐罐，我觉得这样子藏起来还蛮刚好的，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撸出来就好了，这样子推进去收起来，更好把后面都挡起来。真的。地毯呢，我挑了一个米白色的，因为可以看到我的房间现在就是整个下半部都是偏暗的，所以挑一个米白色的地毯呢，去平衡一下视觉上的感受。然后我挑的图案呢，也是这样子，有点斑驳的感觉，蛮呼应我的墙面的。这边就是我的小角落啊，然后这个茶几就很适合再放一个桌巾，这个桌巾很特别耶，它是有一点点镂空造型的，在 Natural Kitchen 买的。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下午茶。然后看一本自己想看的小说啊，或者是杂志，觉得很有气氛呢。就是白天的时候，阳光洒进来，然后如果是下午啊，或者是傍晚的时候，就开个吊灯，傍晚就很有咖啡厅的感觉。我假日就不会想要去咖啡厅了。接下来就是书桌区，我觉得这个托盘很美耶，对不对？那种复古。对，复古窗花的。其实我也很少在用书桌，所以我书桌也没有非常多东西。把刚刚的第2个画布挂上来，然后我也会把我这次设计我房间的灵感贴出来。完成了。我觉得之后我在设计别的房间的时候，也可以把我的灵感钉在上面，就是蛮好的一个发想的地方。门旁边这里就是一个开放式的衣架区，就可以挂一些比较常用到的外出衣。这里再放一个假的尤加利叶。房间的改造就彻底大功告成。其实我觉得以预算5万块，然后要做到改油漆、贴地板，然后重新换那么多家具，这样子的成果我已经就是很满意了。那第一次拍片有什么感觉吗？第一次拍片有什么感觉吗？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紧张，就是面对镜头会不太知道自己要讲什么，像是现在。没关系，你以后多拍几次就习惯。希望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让大家看到我，还有我的作品。那我也很好奇，大家家里有没有什么有特别回忆的家具啊，或者是一定不能丢掉的家具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